战印连忙说道：我不会，我绝对感情专一。他们也不会，我们老祖宗说过，谁敢婚后出轨，坏了祖宗规矩，就是不孝子孙，逐出家门去。还有不能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，谁做了一样逐出家门，不允许继承家产，这一点与君家一样。那不就是了，老七是不可能换一个人喜欢的，他就认准了若若，两个人也是彼此有益。至于横在他们中间的问题，相信两个人都会努力去化解的。蓝若若只要了解过战家的家风，就会抓住战围，不会错过战围的。海童又对儿子说道：宝宝，大人的事你还不懂，不要对你未来的妻婶有意见，知道吗？以后她若嫁给你七叔了，你对她要像对其他婶婶那样。战牧尘懂事的点头：爸爸妈妈，我知道，我只是在你们面前说两句，不会在七叔面前说，更不会在未来的妻婶那里说。海童摸摸儿子的头，然后又将儿子的小身子揽靠着自己。咱们宝宝是最棒的，回家还要一段时间，靠着妈妈睡一会儿吧。宝宝被妈妈揽靠着，忍不住撒娇地搂抱住妈妈的手臂。妈妈，我爱你，妈妈更爱你。妈妈对你和妹妹的疼爱是一样的，可能她更疼爱儿子多一点吧。这是她第一个孩子，当初婚后1年才怀上宝宝，可以说宝宝的到来解了她一直不怀孕的困境，扫除了大家在背后对她的议论。生了儿子4年后才生的女儿，女儿目前1岁多，儿子却在她身边陪伴了6年，她对儿子的感情自然更深一点。况且女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她本就担心儿子会因为有了妹妹，觉得大人不疼她了，所以她对儿子是比对女儿更疼爱更好一点。我知道妈妈更疼我多一点，爸爸就更疼妹妹，小家伙心里门清呢，父母对他的疼爱谁更多一点，他都感受得到的。战印，宝宝，爸爸不是偏心妹妹，是爸爸第一次拥有女儿，稀罕了点儿。爸爸不是第一次拥有儿子吗？爸爸在我之前还有个儿子，那我哥哥在哪里？战印被儿子驳得一瞬间哑口。海童扑哧的笑，对儿子说道：你是爸妈第一个孩子，你没有哥哥呢？你爸说的话存在问题，咱们忽略哈。我还以为我有个哥哥呢。战牧尘小脸上满是遗憾，想着有哥哥，他当弟弟的就不用当老大了。谁知道空欢喜一场。海童让儿子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柔声说道：睡吧，到家了，妈妈叫你。好。战牧尘闭上眼睛，他是想学着爸爸平时闭目养神的，谁想到没几分钟他还真的被周公带走。确定儿子睡着了，海童说：丈夫，你以后要公平对待2个孩子，咱们孩子又不多，就2个，不能因为盼女儿盼得了好久才如愿，就特别偏爱女儿，忽略儿子。我已经尽量做到公平对待了，我也不觉得我偏心啊。我们大人是不觉得自己偏心，孩子能感受得到的，有时候我们偏心了都不知道。战印看着怀里睡得香甜的小人儿，这是他们战家几代人才盼来的女儿，谁不是放在心尖上宠着？看到我的贝贝，我的心都化了，就是忍不住。好吧，我以后会对儿子更好一点的，反正咱们贝贝有那么多人疼着，在战家儿子的受宠程度的确不如女儿。我问宝宝的时候，宝宝又不说我偏心，跟你说就说我对妹妹更好。你严肃吗？战印看着他笑，我是唱黑脸的那个，当然要严肃一点儿。老婆，你累不累？累的话也可以靠着我的肩膀睡会儿，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又带着2娃，准是累的。不累。海童轻摸着儿子的脸，眼神柔和。我经常出差，每次都是要坐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习惯了，不会觉得累。这次带孩子出去玩，他们很开心，也能让宝宝开拓视野。贝贝还小，现在带他去哪里玩，他都不懂得欣赏，过上2、3年，他甚至会忘记他曾经去过哪里。有妈妈陪伴，
他们当然开心了。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，有空还是要多带孩子们出去走走，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体会各地的风土人情。我们小时候，爸妈是没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玩的，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我们到处玩，因为父母要接管生意上的事，爷爷奶奶退休了，多的是时间陪伴他们。奶奶本身就是个在家里待不住的人，总喜欢到处跑，全国各地跑，也会经常跑到国外去。有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跑的奶奶，他们小时候也去过很多地方。上到初中后，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带着他们出门，而是让他们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锻炼他们的胆量。他兄弟多，老二和老三与他年纪相近，他们兄弟3个再约上陆东明还有苏南，组成5人团，经常到处飞。只要有3天以上的假期，他们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成年后，他们反而没有时间去旅行了，因为个个都接管了家族事业，平时忙得很，就是周末也没有多少时间。他在和海童结婚之前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能够在深夜11点多回家已经算早的了，很多时候都是凌晨1、2点才能回家。成家立室，有了妻儿，他的心偏重于家庭，晚上的应酬便是能推就推，推不掉的。就是谈完了正事，他马上就回家。客户还想去哪里游玩消费的话，占大总裁是不会再陪着，而是安排公司的其他高管陪伴。如今这几年，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很多，与他相熟的客户总是说他变化最大。打趣他有了的妻儿的男人就是不一样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他也赚了很多很多钱。只要儿女不败家，他赚到的钱够妻儿花上3辈子，还是陪伴妻儿更重要一点。海童如今也是事业有成，夫妻俩的财产加一起，超越了很多大家族的总资产呢。游游山庄今天热闹得很，沈小军一家3口以及商小飞一家3口都过来了，而站印的堂弟们腾时间送各自的孩子回老宅陪伴老太太，他们自然也会在家里逗留几天。奶奶年纪大了，能陪伴1天就是1天。老太太坐在院子里的一座凉亭下，看着曾孙辈们在不远处玩耍。陪在她老人家的是沈小军等人，老太太笑容就没有连起来过。要是天天这么热闹就好了。老太太笑道，他们平时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都不在家里。整座山庄安安静静的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，可能是年纪大了吧，害怕寂寞。年纪大了，还有再像以前那样到处跑，自己找事干。老太太是害怕孤独了。都说人老了之后就像个孩子似的，喜欢有人陪伴。老太太以为自己会和其他老人不一样，谁知道被现实打脸。随着她的年纪越来越大，精力不足，儿孙不肯再让她到处跑，她就很少出门了。但天天待在山庄里，她又觉得无聊。山脚下的那些老姐妹们还活着的没有几个了，有些比她还年轻几岁的都离开了人世。哎，人终究是有一死的。她活到现在80几岁也看开了，反正她已经有了曾孙女，死也能瞑目。当然了，老太太并不想死，以前她还觉得死了就能去见老头子，如今呀，她觉得自己晚年太幸福，特别是有了心心念念的曾孙女儿，她就不想死，想长命百岁，看到曾孙女长大成人。要是能看到曾孙女嫁人，那就更好了。战奶奶，山庄里那么多人都能陪着你的，我们有时间也会过来陪陪你老人家。沈小军笑道，现在放暑假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就怕你老人家会嫌家里吵。你老人家不嫌吵的话，我家苏萌就留在这里过暑假了。我可是求之不得，这小子调皮得很，在家里又被爷爷奶奶护着，我们管教他，他就躲到爷爷奶奶那里去。我骂他2句，他爷爷奶奶那副心疼样呀，活像我是个后妈似的。苏南就经常抱怨父母溺爱孙子，
说他小时候只要犯了错就被父母批评教育，有时候还会挨打。轮到孙子了，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动一下。隔代亲是真的隔代亲呀。苏南还以为父母生来就是那么严厉的，谁知道那是针对他这个亲生儿子的。有时候他还会跑到他伯爷家里寻求庇护。沈小军真正要管教儿子时，公婆其实不敢插手，就是他们一副心疼的样子，往往让沈小军哭笑不得。只要他批评教育儿子时，公婆就会坐立不安的了，1分钟能走过来看上3次，生怕他会抄一架打他们的宝贝孙子。战奶奶可以的话，我家小子还有我大哥的那个，都可以送过来，让他们在这里过暑假，我也能耳边清静点。商小飞赶紧接过沈小军的话题。宁云初扑哧的笑，你们是将我们这里当成幼儿园了吗？全都往悠悠山庄送。商小飞笑道，你们家里够大，又有那么大的游乐场，孩子多，让他们在这里过暑假，我们也能放心，还能耳根清静一点。要是战奶奶看不过来，我让我爸妈过来帮忙看，他们过来还能陪着战奶奶吹牛逼。沈小军也赶紧说道，我公婆还有大伯他们也很乐意过来陪战奶奶吹牛逼的，只要战奶奶收留我家那臭小子，让我夫妻俩过一个安静的暑假。在场的人都笑，老太太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她笑道，行行行，都送过来，我就喜欢热闹，哪怕他们将我悠悠山庄拆了，我都欢喜。就叫你们的公婆爸妈都过来，在这里住下，我悠悠山庄足够大，就算全都过来，都还有大把的空房间。他就盼着寒暑假的了，这样他的曾孙辈都能回来。平时周末也只有战印和浩宇的孩子会回来陪他2天，那几个曾孙平时是跟在他们父母身边，周末根本没有时间回来，寒暑假的假期长才会送他们回来陪伴一下老祖宗。老夫人管家走进凉亭，走到老太太的身边，恭敬地道，大少爷接到了大少奶奶，车子已经到了山脚下。闻言，老太太笑得更欢，她说道，我的贝贝总算回来了。说着，他人跟着站起来，对众人说道，你们在这里坐坐，我要去接贝贝，可想死我了。从盼女儿到盼孙女，再到盼曾孙女，盼来了7个曾孙子，才盼到1个曾孙女。说占西是老太太的眼珠子，一点都不为过，每天都和2个孩子视频通话，老太太都觉得不能解她的思念之苦。战奶奶，你慢点，我们陪你去吧。其实彤彤回来了，第一时间肯定是孩着2个孩子来找你的。沈小军等人一起身跟着老太太走，宁云初和商小飞一左一右跟在老太太身边，搀扶着老太太。战印接了妻儿回来，车子刚停稳，战慕晨就自己开了车门，飞快地下车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小家伙飞快地往主屋奔跑。陈少，别跑那么快，老夫人不在屋里。老夫人在河源附近的凉亭。战慕晨立即刹住脚步，扭身又往河源的方向跑去。贝贝才被爸爸抱下车呢，他见到哥哥跑了，心急得很呀，挣扎着要下地，小手指着哥哥跑的方向，着急地说道，哥哥，哥哥。战印说道，你要跟哥哥去吗？贝贝连连点头，他要跟着哥哥去见太奶奶。小丫头就是哥哥的跟班，哥哥去哪里，他都要跟着去。战印抱着他就走，边走边说道，太奶奶在河源那边，爸爸抱你去见太奶奶好不好？好。小丫头奶声奶气地应着，但还是不停地叫着哥哥，觉得哥哥把他丢下了，都不等他的。他那副心急的样子让战印好笑不已，干脆就蹲下身去放女儿在地上，说道，那你自己去追哥哥吧，还会嫌他这个爸爸抱着走得慢了。小丫头撒开小短腿就跑，